主管，裁员名单是上面定的，我也想帮你，但真的左右不了。可是我不明白，我绩效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，为什么我会在裁员名单里呢？上面的标准我不知道，但既然是裁员，总有人要离开。你的能力那么强，再加上我的推荐信，在其他同行那儿找到同样的职位不成问题，没必要留在这儿受人排挤。如果公司给的赔偿足够多的话，你就接受吧，别跟公司起冲突，那样会影响你将来的发展的。钱飞，前2天你还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巅峰，现在既失恋又失业，简直把自己活成了个笑话。为什么全都来跟我作对？这又是闹哪一出啊？钱飞被辞了，对，怎么会裁到他呢？好像是上面的意思。去把新瑶叫来。好。方总，你叫我。没事了，你出去吧。好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。拿下项目就完事儿了吗？这是起点，不是终点，不能懈怠。如果还是不行，我不介意全组换人。志忠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哦，李一飞已经连续2天请假，他们那边没什么进展。空城计啊！哎，李一飞同学，我知道你在屋里啊，就不用支了。那什么，我买了菜，中午一起吃饭吧。你不回应的话，我就当答应了啊。那我做饭去了。嘿，你，怎么又是你？总是不经意间撞进我的小秘密，落在我的眉毛睫毛里，嘴角上发丝里，像我喜欢的春天小雨滴，午后的小猫咪。嘿，你，怎么又是你？总是很轻易就记起我的保护语，戳中我的小心思，小忧郁，小脾气，像我爱的秋天。哎，这顿饭我请了啊，你不用交伙食费了。怎么又是你？甜甜的语气，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我在想念你。怎么还是你？苦苦的前夕，将计就计，不如就让我来保护你。
哎，李一飞，看微信。看来活得尚好。炒铁条让你自己吃个够。哎，饭给你放门口了啊，记得吃。吃的也太快了，吃这么干净，看来胃口挺好。房东做的饭里放了什么呀？怎么吃了还想吃啊？啊？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哎，房东，咱晚上吃什么呀？想吃什么自己从冰箱里拿，然后洗好切好，啊，放在那儿，我晚上会做的。我洗，我切。那不然呢？你又不是客人，既然要吃饭，那要出一份力啊。那今天中午？今天中午是特殊情况，我照顾你一下。既然现在你没事了，那也不能继续吃白食啊。真行啊你！我不用了，我出去吃。随便你。真稀罕你那东西。我出去吃了啊。随便。我踏出这个门，我就不回来吃了，我告诉你。谢天谢地，总算是出去透口气了。那能没空吗？我这就过来啊。哎，你看人家狒狒啊，都处了好几个女朋友了，你呢，一个都没有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能带一个回来给我们看看？爹爹，啊，妈，感情这种事情要讲水到渠成的。那我总不好从大街上拉一个回来吧？这个你是
说话，我什么时候让我们在大街上拉一个回来啊？对的呀。就你惯的，越来越不听话了。妈，我还不听话呀！从小到大我最听你的话了，上学听你的，课外班学什么也听你的，那毕了业工作不也是你安排的？难道你还想让我一辈子都听你的话呀？你听妈妈的话不对啊，妈妈给你安排错了吗？啊，每一步给你安排的，你倒跟我讲讲看，哪一步我安排错了？对，你都对。菲菲要到了，我去煮馄饨了。小孩，你看，哎，越来越不听话。行了，孩子大了，有些小事情不要事无巨细的都管啊。事无巨细。嘿，你怎么来啊？累死了！快点！你买这么多菜啊？这不看你厨艺好吧？哎，脸怎么了？呀，忘卸妆了。哎，老太婆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老婆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看，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！啊，全是些妖魔鬼怪，还真是啊，毫无严正气。你说把你大把的时间全浪费在这上，不管他，我呢，这不严正气，你说多浪费时间啊！这，哎，你不要乱按啊，你不要乱按。什么乱七八糟？嚯，极品都不要？谁呀？这样造福人类？大成笑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你看看。爸，谢工了。嗯。你们搞我电脑干什么？没事，随便按了一下，没事的。你干嘛？我装备呢？说什么？什么装备啊？不是，我装备怎么都不见了？我辛辛苦苦打了大半年的装备呢？哎，不就是个游戏战队吗？你换一个战队不就完了？当然不行了。我要是能够加入他们，我肯定也能成为这个。你要想成为人中之龙，你得自己去创造机会，对不对？我创造了呀！我从半年前就开始努力盘号了，眼看着就要成功了，结果就被我妈断送了。行，就你这点出息了。我没出息，我的梦想，我的爱好，就这么跟我永别了。我不想活了。哎，过了啊，过了，哎。谢谢老板。你快尝尝这个，王姐，吃块年糕，怎么样？太好吃了。我觉得好舒服啊！我要是你，我天天在这坐着。哪有这种好事啊？我还得投简历找工作呢。对啊，你这工作找的怎么样？我一共投了几十份简历，只有3家公司让我去面试，还不知道要不要我。那实在不行，你可以像我一样先找点兼职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兼职赚的可比公司多。这土豆丝也太好吃了吧！那你多吃点。一会儿剩下的全给我打包啊！哎呀，我就喜欢给你这样的人做饭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挺好吃的，撑我下来运动运动。你这吃的啥呀？这是啊？没事吧？哎，还吐不？不吐了。不是你租客吗？不吐了，我清理一下，别给我投诉了。哎呀，边上的谁？喝多了吗？啊！你等会儿，你不是那个调酒小姐姐吗？调酒小姐姐，干嘛呀？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么巧？哎，干嘛？哎，这也太巧了。
我闺蜜是看在你跟我的面子上，才勉强放过你那朋友，不然早就派出所见了。他就是喝多了，哎，那谁没个喝醉的时候呢，是吧？啊，他要不喝醉，他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举动啊，还让人误会。酒品见人品。哎呦，说你自己好像酒品多好似的。莫名其妙。哎，对了，你那个婚宴退了没有啊？我对你已经够仁慈了，你别再戳我的伤疤了，行吗？本来呢，我一个朋友啊，他想办晚宴，我还说想要把你这个转让给他。哎，等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能把定金拿回来？时间合适的话。哎呦，这日子可太好了，10月18。哟，还真差不多。拜托，就靠你了，拜托，就靠你了。行吧，就当是还你午饭的人情了啊。2清了。好，2清了。我的钱终于回来了。谁呀？你这比大军还醉呢。廖总，这么晚了还在加班？啊，刚接手工作，还有很多东西都还没理顺呢。休息一下，一起吃宵夜吧。啊，我就不吃了，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呢。的确不该打扰你的工作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10分钟左右吧。好。请吧。好。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，总不能让你饿着。小时候，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她说，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，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。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，你会在乎他吗？我会。若海，这是你第一次拉我的手。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哑巴呀！那几点了？9点。啊？那怎么不叫我呀？迟到了呀！你昨天喝成那个样子，我帮你请了半天假。哦，谢谢妈。你帮我把衣服换了？对啊。妈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你怎么还帮我换衣服呢？是你小时候尿布都是我帮你换。
我问你啊，你这肩膀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昨晚不小心摔了一下。你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有点饿了，我想吃早餐嘛。想吃早餐，你以后不会喝酒，别那么乱喝酒。是稀饭还是面条啊？稀饭吧。又回来了。你没有任何的前台工作经验，申请我们的这个职位恐怕不太合适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筛选简历的。对不起，麻烦你跑这一趟。以你的资历进入前台工作需要实习1年，底薪3000，可以接受吗？你才27岁，以后呢还要结婚生子，甚至你还生2胎，你这很影响工作的。你必须给公司签协议，保证在5年内不能结婚，不能生孩子。你是财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吗？爱情不是恒久远，不是一成不变，婚姻也不是爱情的保险。那这是您的观点。我只是提醒你别浪费自己。比失恋、失业更可怕的是，还欠债。在贷还款账单的催促下，我已经失去了选择工作的权利，只剩下了被迫谋生。我发现吧，你这人有一特长，我挺佩服的。怎么了？你做家务特擅长，你发现没？你看，一点灰尘都没有，真的做得好。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说。你帮我打扫卫生，100个小时，怎么样？干。哟，嫌钱少？我不想再跟你多一层雇佣关系。怎么会这么想呢？这个世界上最平等的关系就是契约构建的雇佣关系。你租我房子，我雇你劳动力，咱俩又平等又纯洁，太好了，真的，是不是？继续编。哎，你看啊，你现在是不是生存压力特大？对吧？大到以至于你没有精力去考虑你的新工作到底适不适合你，到底有没有前景。反正什么都愿意干，只要能活下去就行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还挺会洞察人心的嘛。嗨，做投行的哪个不会看人啊？
你学经济的，你肯定也知道啊，你应该很清楚啊，缺钱会让一个人处理事情的双商直线下降的。你与其饥不择食的去投奔简历找工作，是吧？还不如接受我的雇佣，大家互惠互利，多好啊！是不是？看看我那房间啊，多乱！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，你舍得吗？你心疼吗？你肯定心疼啊！你再好好想想，在家一边做着家务，一边就把钱挣了，有这种好事吗？总比你去当什么司机啊，当什么家教啊，甚至当保镖强吧？你偷看我电脑？什么叫偷啊？你电脑就这么亮着，我这么来来回回一走，完全就看见了。考虑考虑。首先，我谢谢你的直言不讳。最后，我劝你自己打扫卫生啊，省点租金，早点攒钱了，早点搬出去，免得在这里糟蹋房子。说完了？不是，你这首先说完，你不得有个其次什么的吗？你怎么直接干到最后去了？我愿意。哎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打扫房间不比干保安强吗？啊？哎，打扫卫生不比？你傻吗？你是？哎，修地板的钱算好了吗？告诉我，我给你。搞什么啊？就在家里发什么微信啊？看上去还成，暂时不用修。就算现在不修，泡过水的地板寿命也会变短，我给你折旧费。不用了。我要真不给了，你该后悔此刻的假客气了。真手贱！他这种人客气什么？我不喜欢欠着别人，两清了。你好。你好。喝点什么？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。昨天我有点喝多了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虽然你把我摔得也挺疼的。没别的事的话，下班了。那个，我想再点一杯用牛奶做基底，加了燕麦奶、核桃奶，这个奶那个奶，很多奶的奶。记得还挺清楚。稍等啊。这杯我请你了，以后多听妈妈的话，不喝酒，少来酒吧。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你特别讨厌超市里的袋装面包，我一会儿赶紧把它吃完，免得碍你的眼。你这记性是不是太好了？一句话你记一辈子呀？你是做数据分析的吧？记性好是我基本的职业素养。哎，好赖话还听不明白。你不是要转做前台吗？怎么还把自己当分析员了啊？你到底偷看了多少？哦，对了。宴会厅那事儿啊，我哥们说啊，时间刚好，他接手了啊。啊，那太好了，你帮我谢谢你那哥们儿。哦，光谢他呀。也谢谢你，那未来1个月早餐我都承包了。哎呀，懂事，懂事，懂事。
这做的挺漂亮啊！啊，是吧？你说它要配上一杯咖啡，是不是就更完美了？哎呀！哎，懂事加1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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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浓一点啊，浓一点，我等你咖啡在一块吃。不加糖，不加奶啊。浓，往死里浓。先来一口咖啡。我觉得你当咖啡师也挺有前途。这样，我有一哥们儿啊，开咖啡馆的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行不行？不用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非投行的工作不找了。孺子可教。别在这儿装了，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但是啊，你现在转前台，年纪呢是有，就是起步有点晚了，知道吧？不过应该也行，身材倒是挺高挑的，也不算无药可救吧。这样，你只要拜我为师啊，我要不用了，我已经有学习榜样了，他可比你强太多了。谁呀？当然是合金的承销金额、承销费用和招募资金都最高的方云方总监啊。你把方云当偶像？对啊，他不仅这个业务能力很强，而且他还有超级好的职业素养，比你们那个之中的黄淑松强多了。我看他俩呀，半斤八两，谁也没比谁强。你这就过分了吧，李一飞？你没有必要为了挤兑我就在这里扭曲事实吧？你要真那么想跟着方云，你怎么不会合金啊？是我想回就能回的吗？你离开合金是因为合金后台部门裁员，又不是你犯错了被开了。你只要想回去，那就去应聘别的部门啊，对不对？只要方云肯要你，谁能说什么？我一个离职员工，直接给他打电话肯定不好，还是在这儿等他，当面跟他说吧。老大，这大休息日的跑办公室干什么？门带上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哦，啥呀？这是我从单立方的资料里面整理出来的，你看看。无形资产这一块计价不合法，摊销处理不合规，在虚增商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。报表里面还有明显的关联交易，还有故意做多营收和利润的影子。这么大手笔的造假，还藏得这么深，廖董也是费了大力啊。毕竟是有行家在帮他呀。我跟你说，这必须得重新审计。老大，让我说，要不是你查，谁也发现不了。何晶那边都没啥动静，方云他们
恐怕还不知道呢。你可太小看他了，他看的项目比我多，我都能发现的猫腻，你觉得他能查不到？那他为什么不公布啊？至少也要跟我们讨论怎么解决吧。这事儿就是谁先把他搬到台面上，谁就得罪了廖金山。他不傻。那他怎么打算？难道让山立方平稳过会？如果我们都隐瞒不报，过后证监局反查一旦发现问题，我跟他谁都跑不了。帮别人犯法就是毁了自己。唯一的办法就是谁也别躲，一起向山立方施压。可方云他明显是装聋作哑，因为他就等着我把问题捅出来啊！脏手的事我们来干，利的事他来拿，明白了吗？太卑鄙了。那我们也不能学他知情不报啊！这样的话，不就如他所愿了吗？先这样吧，他怕廖金山，我又不怕。啊，查。哦，对了，舅舅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有份文件忘了拿。拿那干嘛呀？明天再做嘛。哎呀，那可不行，这方总监都发火了，让我明早必须交给他，不然我在这项目组真就待不下去了。他敢找你麻烦，你告诉就给你出头。怎么出头？他是何晶的顶梁柱，又不像那个钱飞容易被裁掉。您去车里等我一会儿吧，我很快的。好吧。动作快点啊 ！OK。你不是都离职了吗？怎么还在这？我想确定到底我为什么会被裁员。没错啊，你都看到了，孔总是我舅舅。你觉得你被裁是因为我舅舅，不是吗？你的职业能力确实很强。可你在公司那么多年，都不清楚自己要什么。如果我们俩公平竞争，肯定是我被留下，而你被裁掉，这很正常。跟孔总是不是我舅舅关系并不大，可你连这都搞不清楚。我知道你来干什么，来找方总监，让他给你份工作。怎么，不想在你叔叔区待着了？可你瞧瞧你自己。人家凭什么给你一份工作？死了这份心。方总监凭什么会给我机会？是啊，凭什么呢？新瑶说的没错，他是比我努力，比我清醒。是我，可以不叫了吗？你叫什么？吓死人了！你想吓死谁啊？切成这个样子，像鬼一样。这桂离丽的面膜，我看扔了怪可惜的，我就给贴了，挺舒服的。你这面膜怎么回事啊，佳丽？我哪知道啊？得问你啊！这突然就停电了，黑了，黑不溜秋的。这外面好好的呀。啊，屋里怎么回事？你不会用什么大功率电器了吧？
哦，我知道了，会不会是我新买的烤箱啊？你买烤箱了？啊。可大了。哪儿了？这，你看多大？这么大一个，谁让你买烤箱的？那干嘛呀？热披萨呀。热披萨不会用微波炉热吗？那口感能一样吗？我不允许。不允许啊！我还以为我花钱买，你也可以用，你会挺高兴的。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是你没有生活常识引发的电路安全问题。哦，那洗碗机也不行了呗？洗碗机你也买了？啊，就是这样，咱俩都不用洗碗了，多好啊！大哥，你看这个厨房有能放洗碗机的地方吗？哟，好像还真没有。那怎么办啊？哎，要不就把这厨房重新装修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就那么2个碗，洗一下不到1分钟，放洗碗机里面转2个小时，还嗡嗡的吵个不停，干嘛呢？吵怕什么？你换一个隔音的卧室门不就行了吗？那你干脆把这个房子拆了重装呗。哦，哎，干嘛去啊？去解决呀！你以为都像你一样安于在黑暗里摸索呀？哦。啊，呵，这就行了。跳闸了，以后这种情况把这个闸推上去就好了。嗨，这么晚了谁？谁啊？建国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你们家停电了吗？是，现在已经修好了，跳闸了。啊，就算什么不修，这个上门费也得收。上。你请的。啊，我又不知道推一下就行了。那上门费多少啊？200。这是深夜加急服务，那个肯定得加钱了。啊，对，应该的，肯定要加啊。来，我扫你，你扫我。哎，你扫我吧。啊，好，200，啊，行了，辛苦您了啊。谢谢啊。再见啊啊。你真厉害，你把这200块钱给我不行吗？我又不知道你懂这个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呀。你自己不会上网查呀？上网查得有几万条结果吧？我花那时间研究，我能挣好几个500了，好吗？能够花钱解决的事，尽量就别亲力亲为啊。房东，我跟你说，你的时间比钱值钱啊，别再浪费了。怎么了？我说错话了？没有，就是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，我的时间比钱值钱，所以一想到我曾经把那么宝贵的时间献给不值得人身上，想想就来气。嗨，不是生我气就行。哎，那你看看，有我在，好吧？以后在一块住久了，你就知道了，能在我身上学到的东西多着呢啊！怎么样？你现在拜师的话，我还是愿意收的啊。不是你这个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呢？闹了这么大个乌龙，还白白给人家送200块钱，啊？为你学什么？学败家呀？什么叫败家呀？这叫生活态度。不懂，不学算了。该学的是你，跟我来。啊？快点儿！燃气总开关，这上面啊，这个是燃气的总阀门。如果平时长时间不在家的话，一定把它关掉，很危险的。然后你平时做饭呢，知道怎么开吧？平时不会做饭。那你烧水的话也要用到呀。我都喝瓶装水。总之，如果哪一天你要用到阀门的话，一定要记得把它给拧上。哦，原来这么多阀门。可是你过去是怎么生活的呀？我原来住的都有24小时管家的呀，一个电话就解决所有问题了。天哪，你这不是浪费钱吗？你自己学会多好啊！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存不住钱了。为什么？
就像你说的，你的时间都是用钱买来的，所以你现在又穷又游手好闲。哎呦，抬杠技术有进步啊！啊！我告诉你，房东，你不要总觉得自己有套房子又怎么着了啊？你这套房子的资产价格减去折旧、税费修，再加上银行贷款、亲友借款，未来30年的还款利息，啊，你算算，还有什么现金投资复利，还有为此欠下的人情精力，以及万一失业无法还款的风险，你的情况可不比我富到哪儿去。我告诉你，这那的。好歹也是曾经投行的从业者啊，怎么连这笔账都算不明白啊？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介绍个整容医生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把这儿拉2刀，整了容就不用还贷了？眼角开大一点，眼界宽一点，别整天就知道什么房子和电闸阀门啊什么的。李一飞，你少居高临下的跟我说话了，你先打理好自己再说吧。每天连点生活常识都没有，你妈平时怎么教你的呀？我妈早过世。那个，对不起啊。嗨，没事儿。我跟你一样，我妈过世的也早，所以你的感觉我都明白。说这干嘛？啊，对了，你今天有一快递啊，我给你放屋里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小飞，前些天翻看老照片，挑了一些寄给你。你马上就有属于自己的家了，父母不能陪在你身边，就让这些照片陪着你吧。每次打电话，你总是说自己过得多好，我跟你何阿姨都替你开心，但我也知道，你是报喜不报忧。生活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，总有不顺心的时候。不用怕我担心，好的坏的都可以跟爸爸说。就算你结婚了，成了别人的妻子，别人的母亲，你也首先是我最亲爱的女儿。想家了就回来，想说话了就打给我，爸爸永远都在。小飞啊，喂，爸，那个照片和信我都收到了。小飞，你哭了？
没有啊，我没哭，我真没哭。爸爸知道，在大城市打拼很不容易。你们累了就回来歇歇，反正都快结婚了。我和你和阿姨啊，希望你们能多住几天，顺便也和若海再交代几句。不用交代了吧？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你们分手了？怎么回事啊，小飞？他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没有欺负我，我也没有受到什么委屈，只是我们两个对于未来的规划有分歧了，就走不下去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们一路走过来那么多年，怎么都快结婚了才发现这些问题呀？小飞，你没跟爸爸说实话。这就是实话，爸。小飞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爸爸都支持你。知道了。好了，爸，我先挂了啊。你早点睡。我在意的是你要的，不多不少，希望是我能给的。我珍惜的是拥有的，一点一滴，希望是有你在的。那些神话、情话、表白的画像，深夜一场烟花，真话假话，场面上的话，踩着棉花，坏话谎话，听不懂的话，装腔作势，繁华梦话风话，心里面的话，在炙热的炎夏。我梦寐的是和你的不紧不慢，牵着手匀速的。我祈求的是长久的，一朝一夕围着你，简单的。那些神话、情话、表白的画像，深夜一场烟花，真话假话，场面上的话，踩着棉花，坏话谎话，听不懂的话，装腔作势，繁华梦话风话，心里面的话，在炙热的炎夏。那些神话、情话、表白的画像，深夜一场烟花，梦话风话，心里面的话。
哟，不是不会烧水吗？不是不会，而是没有必要。啊，有必要的时候，我可是十项全能，一个顶两。得了吧，我就冲了杯可可粉吧，把自己说的跟奥运冠军似的。不是因为一杯可可，而是因为雪中送炭。记得，这回是你欠我的。我欠？为什么？这可可粉我买的，你只冲了而已。平了。你怎么那么会算账呢？我好歹干投行的，虽然我现在失业了。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就行啊。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投资，时间和精力就是我们的资本。我们行了，我今天不想听你上课，我还得弄研报呢。工作都没了，还写什么研报啊？啊，你装什么？谢啦。冲可可就是一场自我投资。李飞说的对，人生就是一场全情的自我投资。过去我曾经以为投资组建一个稳定的家，可以一劳永逸，保本复利。但投资与风险是对双胞胎，银行都能破产，还有什么能保本？把未来投资在爱情里，是刀尖舔血。给我这个这个新的，我要今天的数据太大了，你给这就是你们的成果。早会训话说我们部门最近效率低，错漏百出，直接影响了市场部的工作。经营分析数据有模板能出错，报表有管理能把文件给我弄丢。最简单的系统维护，居然能找不到人。我说，你们能不能争点气，让我省点心？何丽姐，我们已经很努力了，最近都在加班加点。加班有什么用？加出来的数据都是错的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，先自查自纠，出份报告给我。那些全部返工。看把何丽给气的，那些文件以前都是钱飞弄，现在他不在，整个后台部都乱了。你这么一提，我还真有点想他了。是，挺能干一个人，怎么被辞退的是他呀？吵死了，让不让人睡了？哎呀，你也赶紧起来吧，规律作息，有益健康。规律个屁！晚上不睡，白天不让别人睡，你打鸡血了你！什么破门啊，一点都不隔音。王总，你这一大早。嘿，你怎么又是你？总是不经意间撞见我的小秘密，落在我的眉毛睫毛里，嘴角上发丝里，像我喜欢的春天小雨滴，午后的小猫咪。嘿，怎么总是你嘴角的笑意，脱口而出喜欢你，我
只喜欢你。走啦。拜拜。这家伙，那长得还挺特别啊，其实还真有点不一样啊。静江，今天气色不错呀，看起来你……等我一下啊，喂，对，那块展板必须得改啊，做不完，你做不完加班也得重做呀，现在肯定不行，那字儿都印反了。那我不管，他想砸自己招牌可以，砸我的可不行。这个你先处理着吧，还有我现在要吃午饭，半个小时内不接电话。拜拜。你这么忙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没事儿，那我也得放放风啊。早知道你这么忙，我就不叫你出来了。今天这算什么呀？我昨天晚上还睡了5个小时呢。这要真忙起来，我估计我连枕头的面都见不着。你电话里说有份研报，想让我帮你看看。今天要不算了，等下回吧。这点时间我还是有的，你赶紧拿来吧。山里放的研报啊，我想回河京，你帮我看看这份研报能不能打动方总监。回河京加入方云的项目组，参与山里放的 IPO 啊，行得通吗？行得通啊，当然行得通了。以你的能力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写的很好啊。那，给点建议吧。我觉得你应该找专业人士来看看。专业人士？哎呦，我认识的就我那些前同事们，我现在找他们帮忙也不合适吧？干嘛找前同事啊？你这不是舍近求远吗？还有什么比这儿更近的？你家呀，你家那个房客不是也看投行了吗？你说李一飞啊？他这每天不务正业的，能给出什么好建议？他不务正业，那党羽不是说他是项目组组长吗？那跟方云是同一级别的。他就是被推出来凑数的。那至少比你跟后台分析员强吧？也是。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但你看他现在每天拽的那个样子，我要是再向他请教，他能骄傲到天上去。现在还讲究这个呀？那能屈能伸才是真豪杰。慢点啊，别蹭着地板。哎，挪上面那门框。李飞，你干嘛呢？哎，回来了，串门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付钱，你不用管。我不管，这是我家的门，我让你换门了吗？这合同上不都写了吗？我有权利为了生活便利，更改自己的房间。这门算我的房间吧？你无权干涉啊。合同上写了。不信你自己看。以前那个门怎么就让你生活不便了？以前这破门不隔音呢。你不会买洗碗机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李一飞，这个橱柜是我新买的，你要是敢……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洗碗机我退了，反正厨房都是你在用，我花钱装修，我多亏呀我。那你干嘛要换门啊？你是不是听不明白？它不隔音。你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的声音，你在这走来走去的声音，你打电话的声音啊，洗衣机的声音，冰箱的声音，甚至你晚上磨牙的声音，我都听得见，好吗？影响我睡眠。我哪里磨牙了？行，那万一我磨牙呢？是吧？反正装了这个门，对咱俩都有好处啊！全世界都安静了，谁也吵不着谁。再说了，这门跟你家那风格不挺契合的吗？多好啊！你感谢我还来不及呢。没事，也不用太感谢我啊。谁要谢谢你？那个师傅装的时候麻烦小心一点啊。这我都交代过了。你说，
对，小心一点，千万别磕了碰了，这房东可咬人啊！我跟你说。李一飞这个破嘴，这张口能气死人，你还早开帮忙。活动结束的早，也不能放松怠工啊。这个物料清单必须得分类整理，然后尽快发给我啊。拜拜。陆泽。陆泽，我真没想到你跟汪若海是一种人，你比汪若海道行还深。你今天看起来特别不一样，更有精神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之前那种萎靡的状态，是不是？媳妇儿，我认真的反省了一下，我这段时间对你实在是太忽视了，所以我决定趁这段时间不忙，好好的弥补一下你。你要怎么弥补我呀？我都很久没有那个了。原来你喜欢这样，就按你喜欢的来，亲爱的。按我喜欢的来。按我喜欢的来。疼，亲爱的，疼，不是，亲爱的，别管我叫亲爱的。不是你这，怎么还生气了呢？你问我为什么生气？啊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啊？今天出去都干嘛了？见什么人了？哎，你现在要敢跟我撒一个字儿的谎，咱俩现在就分手。行，来，我问问你，你今天为什么回来这么早？我工作结束了呀。一进门就洗澡？那我不是太想你受不了了吗？你还会洗衣服？我帮你分担家务啊。行。那你鞋上的泥呢？你们公司附近连个公园都没有，你鞋上怎么会沾那么多泥呀？那小区马路上也会有啊，那沾上泥很正常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状态非常奇怪。还有这个，给谁买的呀？好，我给你解释。其实是这样的，论坛过后呢，公司就没有那么忙了，所以我就想把我们的事情提上日程。然后，你买了这个戒指？对啊，我还准备了特别的求婚仪式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出去排练了，要不然我鞋上怎么会有泥呢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骗你这干啥？你看，我这都有视频。一大早嘛。Mary 妈 ，Mary 妈。不是，那不还排练呢吗？那肯定会有些瑕疵。烦人，你这都发现了，一点惊喜。好了，对不起啦，我错怪你了。既然你都已经发现了，
我就把婚求了。严肃点，站起来，严肃点。不是，你这严肃吗？我很严肃啊。杨一晶，虽然仪式没有准备好，但是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你，一颗心砰砰作响，配合我的呼吸，调整想你的频率。好爱你，我愿意好爱你，全世界唯一的你，住在我心里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好想你，一颗心砰砰作响，配合我的呼吸，调整想你的频率。原来是这个手势。老婆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走，办正事去喽。干什么？哦，那个，我想问问你，晚餐吃了吗？那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咱们一起吃啊。你要请我吃饭？真假的？等会儿，突然请我吃饭，啊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哎呀，你要是实在不想吃也行，我就不勉为其难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不吃？不吃白不吃，吃。但我可说好了啊，我呢有一些轻微的洁癖，吃饭不喜欢跟别人在同一个盘子里用筷子霍霍。我懂了，分餐制是吧？挺好的。懂事，懂事。我记得你爱吃这茄子是吧？啊，那你多剥点儿。那我剥了，嗯，我不客气了。别客气，千万别客气啊。哎呀，不错，味道不错，是吧？哎，房东别说啊，你这个手艺啊，有前途，可以当大厨，真的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吃啊！不是你别看着我笑，我瘆得慌。哎呀，你想多了，你是我租客嘛，那我们两个肯定平时要搞好关系嘛，我弄点吃的喝的应该的呀，你别多想啊。那倒是。你快吃，别凉了啊。好吃。但我手上穿在前头啊。我绝不洗碗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只负责吃。哎呀，怎么能让你洗碗呢？这顿就是纯我请客，放心吃吧。行。你要是光吃饭不洗碗，是不是也欠我个人情？你看，我就知道你别有用心。说吧，说吧，什么企图？因为你知道吗？我是个直来直去的性格。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菜里有毒啊？没有，
天不是，哎，真的没有，我发誓没读。不是，是我那个，我想让你帮我修改一下研报，可以吗？哦，研报啊！啊！哎呀，你吓死我！哎，你这么快就写完了？对啊，但是还不完善嘛。我就想说，你是山立方 IPO 项目的负责人之一，如果能提些意见的话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俘获方云的心？没错。那这个忙太大了，太大了，那一顿饭哪够啊？除非什么？一下减房租，那最多可减100啊。你以为我跟你似的啊？财迷。除非你心甘情愿叫我一声师傅，哎，哎呦，怎么几个意思啊？不愿意？一字之师的典故听过没有？那古人改一个字儿，人家就拜师了。你这也太不好学了吧你！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我还不知道你的意见好不好呢。你怀疑我？行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大材小用，帮你看一下，研报拿过来。啊，真的？那你等我一下。来，你好好看看啊。不是，你这什么表情啊？眉毛都拧到一起了，很烂吗？啊，那真的假的？哎呀呀，你能不能让我专心分析一下？不是，你可以说一下。安静一会儿，让我好好分析。哦，那你好好看啊。哎呀，有那么差吗？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，让旋律随风在和弦间嬉戏，也无需要求一定兑现过去，让生命里有些惊喜给未知。或许可以树立贴身的关系，喂，或许会鼓励无意。山立方的事儿，我想到解决办法。你带着组员正常工作就行，生活问题解决。无需在意对错，不关乎畏惧，主动拥抱胜过多少句对不起。送你天涯浩瀚，燃烧热烈在火树四季，无声的圣诞如港湾守候漂泊的你。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我就说吧，我写的肯定没什么问题。那倒不是，有很多地方都需要改的啊。哦，那你说。山立方酒店集团市场定位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，不存在同业竞争。看了吧？太厉害了，师傅啊！哟，这就认师傅了，这么痛快。在研报这块儿，你确实是我师傅，但要论真正的拜师，有点差别。过河拆桥啊，你这是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给你做饭啊，日子你挑。这还差不多。所以这个也要改是吧？这当然得改了。嗯，刚刚都说半天了，你记什么呢？啊？你还不睡啊？等弄完了再睡。行，我发现啊，你执行能力还挺强的。但我就好奇啊，你以前要是也这样啊，也不至于工作到现在才到这个位置啊。以前傻呗，为了所谓的家，所谓的资源分配，浪费了很多机会。少给自己脸上贴金。这种话我听多了，是有人拿枪逼着你，指着你，让你做决定啊，还是怎么着啊？我告诉你，这都是人呐，为了躲避竞争、安于现状，给自己找的借口，知道吗？其实我发现你有时候挺有意思的。怎么了？别的女孩分手了吧，都是又哭又闹的，你倒好，跟没事人似的啊。哎，是爱久了没感情了，还是分了发现也就那么回事？错，在一起相处的越久，感情越深，爱情减淡了，亲情友情就混到了一起。这样的爱情是抽筋扒皮的疼。那我在你身上还真没看出来。一定要大哭大闹才算难过啊？你觉得我有时间难过吗？是研报写完了，还是工作找到了，还是不用还贷了？那个人，就是我人生规划里最大的 bug， 补丁补完了，就不需要存在了。公告场。谢谢你啊，李一飞。起来啊！我要出门，你自己吃啊。你干嘛去？约会去啊？跟谁啊？你猜？我不猜。猜猜嘛。快说。哎呀，就跟钱飞和党羽，我还能跟谁呀？真是。钱飞跟党羽？不对吧？你是不是去约会你的小情人？要不然某些同志为什么不戴戒？你这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啊！我就猜到你要这么问。你也不想想，那小飞刚失恋，我好家伙，戴一大钻戒在人家面前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那合适吗？儿子啊，不管干什么，你饭总得吃吧？不吃，你别管我。
我来提一杯啊。我们今天相聚于此，是为了庆祝我们的好姐妹搬进新房，甩掉渣男，对起人生新征程。干杯！干杯！饿死我了。这么着急啊？能不着急吗？就为了等你，这顿饭一直拖到现在的。饿坏了。行，这块肉给你。好烫。再来点。小雨啊，你这食量可以呀，胃口大的让我害怕。你要是跟我家干那么多活，你也一样讲。你真打算回河京啊？对啊。我不光是为了钱，我也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力。我不想再待在舒适圈了。那就这么一条路走到黑啊？投行又不止河京一家，但我们河京是业内标杆啊。对啊，而且我也没有钱财经验，要是跟着方总监的话，我能少走好多弯路。但是你进他的项目组，就得负责山立方的项目了。有什么问题？哦。你是不是怕我跟里面那个人在同一个项目组会很尴尬？我万一让人说闲话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之前不也跟你说了吗？要是让办公室那些人知道，那肯定胡说八道了。没事儿，完全不用担心。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跟他有没有任何关系？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，是得谨慎点儿。哎，反正你谁也别说就对了。反正我也不会让他们来加的。奇怪，前男友在山立方上班，房东不知道吗？应该不知道，不然他不会那么想进方云的项目组。所以房东将要面对的是每天见前男友和前男友的现女友，并且他们还是必须言听计从的甲方爸爸。哎呦，连我都不敢去想。来，芳草霏霏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一直给你发信息，你不回一下？帮我看一眼吧，我小号。哟，你这么多啊？你自己看看吧。这没完没了了，别理他，这个神经病。你有仰慕者了？什么仰慕者呀？就之前跟你说想加战队的那个大丞相。破明兄弟，以为你是男的呀？要就是这个效果呀！我在网上从来不公开自己个人信息，人家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你不回一下，多可怜。就你心软。行吧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多给他几句。还是未成年吧，好好读书，别耽误学习。我成年了，而且真的特别靠谱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测试我。没空。我可以当后备吗？后备？我们战队的特殊情况可不多，后备上场的机会几乎为零。没关系，我一边做后备一边打杂。你这么闲啊？只要是能为团队做贡献，不睡觉我都愿意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别说我苛待你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透明爷爷，这个事情你就放心交给我。行了，晶晶交给你啦。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虽然呢，我永远没有办法跟她的闺蜜竞争共进晚餐的机会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装可怜了。等我以后成功入驻山立方项目组，咱们再好好搓一顿。这次啊，允许带家属。山里，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啊。走了。比起来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在我面前撒糖了，疯了是不是？赶紧走吧。走啦。那我们走了，走吧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哎呀。这差不多，我也走了。这酒给你留着吧。这么多酒我哪喝得完？那我们下次来再喝呗。你已经拿好了。知道了。嗨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来我闺蜜家蹭饭不行啊？哦，对对对，你是菲菲房东的闺蜜。来找李一菲啊？啊，这会儿没喝多吧？保证没喝酒。行，早点回去啊。那个，我叫君成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我叫党宇。党宇，上次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我酒吧逗你玩的，不用不好意思。我也摔了你，就算我们两个扯平了。行，那改天我请你吃个饭吧。真不用，我平时还挺忙的。你别误会啊，就我的意思是，钱飞是你的闺蜜，菲菲是我的好兄弟。你要是觉得咱们俩单独吃饭尴尬的话，我可以喊上他们两个作陪。这小伙子还挺有诚意的。行，那看我哪天有时间吧，我微信你。行，走了。那我等你消息啊。不对啊，他没给我微信啊。